请。信已经送到爹爹手上了，等一会儿爹爹来了，看那个罗一宁怎么办。客官，请问人字包间怎么走？人字包间啊，往那儿走。你带公子过去啊，这边请。您里面请。请问客官，您是喝酒还是赏曲啊？找人。找人。 姑娘，二爷和蒋大公子都来了，七姑娘这次可真是说不清了。父亲，你果然在这儿。人呢？什么人？父亲何出此言？ 出来！二爷，你在这里做甚？我和七姑娘来尝尝六合酒肆的新菜。蒋大公子人呢？什么蒋大公子？女儿怎么会与外男私会呢？莫要隐瞒了，为父已经知道你擅自约蒋大公子出来。 谈退亲之事吗？你怎么会在这儿？今日上午六合酒肆人字包间。我约你，你不是约了罗一宁见面，还约在弟子好包间。依莲，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是你托人给我传递的话。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次我回去会告诉我母亲，我谁也不想要。 就算娶罗家之女为妾，我也定会娶你。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谁要嫁与你家做妾？哎，你放心，你入门为贵妾，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的。爹爹，你为何要如此？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罗世伯，我与怡莲心意相通，请罗世伯将怡莲嫁与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爹爹，我和蒋大公子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是他故意引我来的。吴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哦，原来是蒋大公子和吴姐姐有意啊。妹妹愿意成全。胡闹！什么成全不成全？婚嫁之事岂能随随便便就决定的？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亲吗？罗大人，反正世侄都要迎娶罗家女。 既然您已经知道一切了，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若娶罗家女，必娶罗依莲。爹爹，我小娘这些年在家里吃的苦、受的罪，难道您都忘了吗？我可是您的女儿，您难道就忍心让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爹爹，我绝不做妾。依莲，我虽然不能违背父母意娶你做大娘子。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的，蒋大公子，我早就与你说清楚了，你为何对我还要纠缠不休？爹爹，你要是执意让我做妾，我今日立刻就死在你面前。哎，依莲，哎，吴姐姐，父亲。 既然父亲舍不得吴姐姐，又要顾及罗家颜面，看来如此只有一法了，那就是去向蒋大娘子退婚。罢了，罗蒋两家婚事就此作罢，择日登门退婚。听我说，蒋贤侄，你马上就要迎娶高门嫡女，又要参加朝廷科考。 为了你自身考虑，想必你不会乱说话吧？罗世伯说的是。你们两个，跟我回府。公子，
方才可真是看了一出好戏啊！确实是有趣之极。这世上女子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七姑娘可真不一般啊！竟然逼得罗成章自己去蒋府取消这婚事。筹谋周全，进退有据。以后我们想从他的手上查找证据，必须得小心行事。明白。姑娘，现在蒋家的亲事也退了，您怎么还是不高兴啊？父亲视我如脚踏实一般，一定要将我嫁入蒋家。可是对吴姐姐，他却狠不下这个心。您还有老夫人和大娘子啊。是啊，现在也就只有他们了。如今我为了护着祖母，还不得不学了些手段。清泉，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分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前我就最讨厌他用这种手段了，如今我也变得和他一样。如果他不起害人之心，又怎会入姑娘设的局呢？姑娘不必多虑了。你怎么会那么糊涂呢？小娘，我现在该怎么办？万一爹爹家法伺候我怎么办？好了，别再哭哭啼啼了。小娘，停！把眼泪给我收住。莲儿啊，你知道你爹多么心疼你吗？你知道你爹爹不舍得让你给人做妾，你知道吗？你还这个样子，那最后自是小娘来帮你收拾这个残局。来人呐，罚五姑娘打手板20下。是。小娘，我爹都还没有打我呢，你为什么要打我呀？你爹罚你是他的事情，你自该有你反省的样子。我不要。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快点！打！你这是干什么？月禅，究竟是怎么回事？莲儿为何如此胆大妄为？是妾身不好，妾身没有管住莲儿。当初孩子跟我说，他跟蒋大公子两情相悦的时候，我才，实在是没有管教住他。但是我看着孩子日渐消瘦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思慕相公的模样，我实在是于心不忍，才没有管教住吗？可是后来我知道蒋大公子要和怡宁定亲，我已经对他再次的劝阻，让他跟那个蒋大公子一刀两断。是我糊涂，我没有管教好，还请官人责罚。责罚？我哪舍得啊！月禅，你呀，就是太善良了，有时候好心做坏事。你又要管家，又要管教莲儿和轩辕，的确辛苦你了。官人，我不辛苦啊，我已经责罚莲儿挨了板子了，她就已经长了记性和教训。老夫人病重的事，我也有错，我愿意为老夫人念经300遍，祈福安康。还好此事并未声张出去，母亲那边身体也无大碍，但是下不为例。官人，我一定会好好管教莲儿的，不会再有这样的越矩之事。月禅，你跟莲儿还有轩辕，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放心，莲儿的婚事，我自会放在心上。
母亲。哎呀，怡宁，你可来了！我搜查了一圈，发现在老夫人屋里嚼舌根子的，竟然是我院里的阿月。啊？这你院子里的丫头怎么会跑去木溪堂呢？这个阿月啊，平时擅长料理花草，所以我就把她派去木溪堂替老夫人看管芍药。谁知道她竟然胡说八道，把老夫人给气病了。你院子里的丫头也都是非常牢靠的，怎么会跑到木溪堂去胡说八道？这件事情像是另有蹊跷。你的意思是，她被人利用了？一定是乔小娘，我这就去找她对质。哎，母亲，您先别去，您先坐，别着急。您想啊，这乔小娘绕了这么大一圈，不惜绕到您头上来，说明她就是想把自己给摘干净。若是我们现在去问她，她肯定会说觉得自己委屈，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您。你说的有道理，我不能上了那个贱人的当。可是，那你说怎么办？当时和这个阿月说话的是谁？他说，好像是木溪堂的一个老人，叫吕妈妈。哦，对了，我还让人把阿月说的话都写下来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吕妈妈也是奇怪，话里话外的都说着罗江两家的亲事，而且还一直提祖母对我很好，说我要嫁过去做大娘子，就好像是要引阿月说我要过去做妾似的。哎呀，阿月也说，就是一直听吕妈妈说老夫人担心您的婚事，才忍不住问了一句的。而且这吕妈妈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祖母来的时候提起这个话头。唉，现在的问题是，这上面的话吧，摊开放在这儿也都没什么错，到头来也只是一个议论主子的罪名。你是说，这吕妈妈也被人收买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青渠，你去查一下这个吕妈妈的底细。是。青渠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又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吕妈妈，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她在这房里吗？你找吕妈妈做什么？啊，公子派我来问问吕妈妈，之前孝敬给老夫人的盆栽，老夫人可还喜欢？你不用这么看着我。那这府里上下谁不想讨好老夫人？而这老夫人房里也就吕妈妈最好说话，不止我们，府里还有其他人也在找这吕妈妈。那这么说，吕妈妈在府里人缘还挺好的？可不是嘛！我还听说乔小娘把吕妈妈的儿子举荐到自己的弟弟手下做事儿。还有这种事？嗯。哦，对了，吕妈妈不在屋里。那我再去别处找找。公子，交代清楚了。交代清楚了。公子，你一回来就马不停蹄的继续帮七姑娘，但她什么都不知道，到头来还是没有办法向她接老太爷的话呀。难道你就是单纯的想帮七姑娘？盯好李云龙。是。是苏荷香的味道。
这乔小娘也太狠毒了，敢对老夫人下手。小娘，怕什么？扣住就扣住了，只要他咬死不放，没人敢拿他怎么样。小娘所言极是。小娘，林大娘子请您即刻去往木樨堂。有说什么事吗？只说让您过去，二爷也在。告诉他，我马上就去。是。父亲，祖母的身体是我们府中的大事，我们府也是世代书香，礼仪规矩在当朝也是堪称表率的。现在府中之人信谣传谣，以讹传讹，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还希望父亲可以严查，给祖母一个交代。这是自然，不过，这个叫阿月的丫头，不是大娘子院子里的人吗？我听说已经受过罚了。怎么，此事还有隐情？这件事情另有线索，依您不敢不报。由于此事关系小娘，所以把小娘也请了过来。这是怎么跟你小娘也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一审就知道了。妾身给二爷请安，给大娘子请安。月禅，阿月，阿月，老夫人昏倒的时候，你跟吕妈妈都在场是吗？是，但奴婢不是有心的，是吕妈妈先挑的话头，非要拉着我说七姑娘的事。奴婢原本是不想搭理的，但是她一直说，还非要选在老夫人每日来院子里赏花的时候。我哪有？你胡说！你自己嘴碎，还认我？吕妈妈，这袋子银子是在你屋子里发现的，足足10几两银子。你一位老妈妈，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莫不是你偷的？啊，不是。还是说是有人故意收买，让你传话给阿月，传到祖母的耳朵里，害祖母生病啊？不是，那是我儿子给的。他在外头跟人学做了点生意，赚了些钱。你说是你儿子给的？是。可这钱袋子为何有股苏合香的味道？我记得乔小娘屋里一直用这种熏香吧。父亲，妾身冤枉。说起燃素荷香，并非妾身专属，怎么都突然反咬到妾身的头上来了？若是我冤枉你，那我倒要问问小娘，这吕妈妈的儿子是跟着乔五爷经商的，乔五爷可是小娘的亲弟弟。乔五确实是妾身的胞弟，但是他生意上的事情，妾身真的不知晓。那我怎么听说，这吕妈妈的儿子是您亲自推荐过去的？这话又从何说起？父亲，这件事情若想查明白，找个人去问一下，一问便知。唉，这种没有证据的事情，何必劳师动众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祖母赶紧醒过来。父亲，若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人推波助澜，表面上看是无意，实则环环相扣。妾身冤枉，妾身确实没有管好下人，但是伤害老夫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妾身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七姑娘有可能还是因为当年之事对妾身心怀芥蒂，但也不至于诬陷妾身至此。我看你是心虚吧，老是反反复复的提当年之事，当年事情的真相
是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够了。父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此事关系到祖母安危，还请父亲严查。吕妈妈受乔小娘指使这件事情，的确有点牵强。但是乔小娘掌家不严，发生这种事情当罚。罚乔小娘进组医院。好了，此事就此作罢。父亲，那掌家之事交给乔小娘，怕就是不妥了。等祖母请过来，这件事情也是要追究到底的。二爷，妾身也觉得此事欠妥，也要给老夫人一个交代吧。母亲病重，这种事情就不要叨扰老母亲了。既然如此，掌家之权先交给你了。你说什么？我说掌家之权就交给你了。妾身明白。二爷，月蝉，把账目归拢归拢，等母亲醒了，把掌家钥匙交给林大娘子管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谁要再敢在木樨堂乱嚼舌根、瞎传话，扰了我母亲，不问缘由，杖50，赶去田庄，生死有命。是。母亲，您别再晃了。哎，依宁，你快掐我一下，这不是做梦吧？你父亲是不是真的把掌家权交给我了？是真的。啊，天老爷啊，真没想到，到了我这个年纪，居然有这样的意外发生。母亲，我相信您的掌家能力一定是很强的。其实吧，这些年我是不屑于与他争，但是没想到这个人这次居然动起了老夫人的坏主意，而且这手呢也快伸到我采妇院了。我不是个无能之人，只是我觉得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呢？既然已经有了新的掌家人，就应该立立新规矩。南风如镜，嗅过人间，海棠依偎，碧池庭前，望茶香，寥寥飘过长街。心若有喜，便自晴天，家门如祖母，你醒过来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没有，祖母在看着你呢。快，扶祖母起来，来，慢点儿。我现在就起来，去问问你父亲。我倒要问问他，是怎样让朱由蒙了心，居然答应让你去做妾。祖母，这蒋家是要我过去做妾，但是父亲已经亲自登门去拒绝这门亲事了。真的，真的。哎呀，你父亲啊，这才拿出一点做父亲的样子。你想，我们堂堂罗府，一个嫡女去给人家做妾，传出去，这不是笑掉大牙吗？
耻辱。所以祖母啊，你以后别总是听风就是雨，有什么事情要等我回来听我说一说，好不好？祖母知道了。口渴了吧？哎呦呦呦！哎呀！祖母，您院子里的吕妈妈不老实，我已经帮你打发走了。乔小娘掌家不力，管理不好下人。父亲现在已经将掌家之权交给母亲了。哎呦，你父亲那么宠信乔小娘，居然能改了主意。哼，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您不也是一直担心母亲在府里没有地位吗？现在这样的时机，父亲也不好说什么的。是，掌家之权要是交到海如手里，他若是能撑得起来这个家，对他以后是个倚仗，好事，好事情。对，而且母亲呢，为人直率，对人真诚，特别是孝顺祖母，这样也比较安心。我们怡宁真的长大了，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小女孩了。是的，都怪她乔小娘欺人太甚，那我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哎呀，宁儿，祖母就是心疼你。你说让你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多的事，听祖母的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母亲临终前跟祖母说过，她就想你以后的日子要过得好。祖母，宁儿，坐过来。宁儿啊，祖母就希望你以后的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找个好人家，夫婿疼你，儿女绕膝。祖母就是明天走了，也甘心了。祖母，您说什么胡话呢？姨娘愿意一辈子都不嫁人，就陪在您身边，好好照顾您。好孩子。快起来！这以往啊，林大娘子出于孝道，一直在尽心竭力地照顾我，所以这掌家之事呢，就暂时交给了乔小娘来操持。往后，这个掌家之权就应该归还给林大娘子了。妾室掌家传出去，惹人笑话。日后府里的账目、吃穿用度，都得过了林大娘子这儿才行。婆子们、丫鬟们，你们需要什么，必须禀了林大娘子。是。你们呀，都起来吧。海如啊，以后就得辛苦你了。海如一定竭尽所能，不辜负母亲大人。海如啊，既然要是已经交于你，
我看今日就散了吧。既然官人交托我管理罗府，那从今天起，二房的规矩我就重新立一立了。小娘觉得如何？啊？那大娘子说的对啊，一切听大娘子的安排。那就从定省的规矩开始吧。等你禁足结束了，也该开始每日定省了。定省？大娘子说的在理。早在之前，小娘早该来的，但是我身子太弱了，官人心疼我，才不用每日过来定省啊。小娘就是因为平时劳作少了，所以身子骨才弱。这是大娘子的起居注，小娘要做的事情全部在上面，劳烦小娘照做不误。寅时3刻，小娘需备好洗漱水。寅时3刻，这天还没有亮，这鸡还没有打鸣呢。大娘子每日卯时起床，小娘不提前去采福院候着，难道让大娘子来伺候您吗？卯时起，小娘需伺候大娘子梳洗、更衣、用饭，直至大娘子熄灯入睡，小娘方可回去歇息。大娘子处置府中事务之时，小娘需随时伺候在旁，端茶倒水、捶腿扇风。大娘子乘车外出时，小娘需步行跟随。大娘子训斥小娘需跪受聆讯，不得还口。未经大娘子许可，小娘不得私自外出或者见客。大娘子，这有点太过了吧，海如？小娘当时选择这条路，心里应该是清楚的。先前我宽容大度过头了，所以小娘才忘了为妾的规矩。官人，你不会也忘了吧？罢了。小娘有何意见啊？妾身没有。那这本册子你就好好收着吧，趁着禁足的时候，好好看，好好学。李妈妈，奴婢在。明天一早把所有的账簿送到我的房里，一本都不能少。是，大娘子。哎呀，怡宁，今天多亏了你，被他压了这么多年，总算是出了这口气。我也替母亲开心。哎，你想吃什么？我让厨房去给你做。还有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找来。母亲，我没有什么想要的，不过还真有件事情想要求母亲。说吧，什么事儿？三哥的月历，我想交给我去给他发。三哥，这是在温书啊？怎么叫上三哥了？你也是父亲的儿子，自然以兄妹相称。难道你不愿意？七妹，老夫人身体可好？已经可以下地了。我这次来是特意帮你把这个月的月历送过来。现在母亲掌家，以后你房里的月历都会按足发放。七妹有心了。
礼尚往来罢了。母亲是个公道之人，若是你院子里有什么缺少，尽管跟母亲直说就行。好，多谢。告辞。看来这七姑娘是看出来我们帮了她呀，还三哥三哥的叫公子你啊。那又如何？公子，你怎么不再顺势向她借下老太爷的话呀？你这个呢？哎，公子，晚上准备准备。哎，去哪儿啊？晚上？把茶拿上。哦。姑娘，您方才说的礼尚往来是什么意思啊？你当真那天少安是去找吕妈妈的？难道他是故意透露消息给我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我倒不清楚。不过吉墨轩那位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之后我会叫他三哥。公子，这幅画有先帝题字，会不会都在这里啊？如果你是老太爷，世人皆知你善会松柏，又有先帝题字的画，你会放在这儿吗？也是。七姑娘确定这会儿不会回来吗？七姑娘此时都会在木樨堂伺候，一般到戌时才会回来。以防万一，抓紧时间。是。姑娘，您累了吧？你刚刚不是说她在木樨堂伺候吗？事出有变，公子怎么办？姑娘，老夫人心疼您，今日就不让在跟前伺候了。这几日你也辛苦了，早点歇息休息吧。也不知道杜大夫找的怎么样了。二爷和大娘子应该派人再找了。希望能尽快找到，治好祖母的病。算了，我们今日去母亲那里吧。你让小厨房带点杏仁汤过去。是。刚才说的那个杜大夫，你找人盯一下。明白，公子。接着找。你快让我出去，我快被憋死了！不行，这都大晚上的了，姑娘您还在禁足呢，这可不能出去啊！我要出去找爹爹。自从这次被禁足之后，爹爹可是一次都没来看过我，以前可没有这样过。姑娘，小娘不是跟咱们说了吗？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忍。小娘忍的，我可忍不得。哎呀，姑娘，你是比不过那个罗一宁的，回头再让他拿住把柄。我怎么就比不过他了？父亲自小宠我，视我如嫡女一般。况且我们还有成器的轩哥呢，爹爹的指望全都在轩哥身上。罗一宁有什么？他除了那个病殃殃的祖母，拿什么跟我比？姑娘，你小声些，您这些话要传出去，这可是大逆不道啊！是，姑娘要跟他比，这肯定是不在话下的，无非就是小娘怕您多费神罢了。他娘真是抬举那个罗一宁了，你们越是抬举他，我越要治一治他。姑娘，这个，把这个撒到海棠院里去。这什么呀？哎，你不能闻，你机灵点啊！还有，这个事情可不能让我小娘知道。母亲，哎，依宁来了。听闻您这么晚了，都还在忙，所以给您带了一些杏仁汤。都说养女儿贴心，没想到如今我也能有这样的福气。哎呀，也不知道乔小娘这些年是怎么做的账。这要是我手下的掌柜，把账做成这样，早一顿打赶出去了。母亲，您之前还管过账呢。我出阁以前，一直帮我父亲管10几家铺子。小时候呢，
一到看书写字，我就头疼。这一看算盘和账本，乐意的不行。这么多账本，母亲今日都要算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白管家说了，外边还有一箱没抬进来呢。毕竟乔小娘管家这么多年，这账本哪是几天就能看完的呀？不如你也教我管管账吧，说不定到时候我还能替母亲分忧。你聪慧过人，肯定一教就会。正好我也需要一个提己的帮手。公子，那富有证词的画是不是根本就不在这儿啊？公子，这七姑娘不在，海棠园还挺热闹。去看一下。是。大晚上的你干嘛？我不干嘛呀，看你过来跟你开个玩笑。大晚上的，婴儿姑娘打算去干嘛呀？我们姑娘饿了，我去厨房安排点宵夜。哦。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姑娘，您为什么突然想要学管账啊？大娘子善于经商管账，跟着这样一位老师，能多学点本事，总是好的。说不定以后我就自己当掌柜开铺子了呢。这罗府家大业大的，哪用得着姑娘抛头露面去赚钱啊？这世事无常，身为女子，还是应该多为自己做点准备。你今天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姑娘，雪芝不在，我去打盆水给姑娘洗漱。姑娘，这是？刚才我屋里有人来过。有人？我出去看看。等等。老太爷的松柏图闻名于世，想必意境非凡吧？只可惜我无缘一见。要是能日日临摹一下，必能有所增进。
难道是他？这是在婴儿身上发现的，里头还有些粉末。扔到海棠院去，找一个不太明显也不太隐秘的地方，确保七姑娘可以发现。明白。父亲，我要读书。把手伸出来。干嘛打我？第一，你见我不行礼；第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见我。你说你要读书，轩哥都已经在学堂读书了，我也要读书。你不能读书，因为你没有资格。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你这个朋友从何而来呀？你天天来偷听我上课，都跟我这么熟了，怎么还怕我呀？啊？哎呀，这都放课了，你还留在这儿读书，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啊。我父亲不准我读书，他很不喜欢我。我是天天溜过来偷听您上课的。哦，那这都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还不回去吃饭呢？我家里没人管我。来，坐。饿了吧？给。孩子啊，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鸟，它3年不展翅，但飞必冲天，虽无名，但名必惊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记住，只要你不看轻自己，然后刻苦努力的学习，总有一天你会翱翔于九霄之上的。老师与我如同再生父母，若我老师当日教诲，就不会有今日的我。他蒙受冤屈，含冤而死，我定要替他讨回公道。大嫂。哎，大嫂，大房那边要是有什么需求，大可过来找我。啊，多谢弟妹，我们大房没什么需求。回各位娘子的话，老夫人身体已大好，只是今日有些乏，说问安还是免了。还请各位娘子、姑娘先都回吧。啊，请母亲多加保重身体。许妈妈，祖母可是又犯病了？
要不要请李大夫来？林大娘子、七姑娘，放心吧，老夫人就是昨晚吃了些甜食，睡晚了，今日有些贪睡罢了。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莫论他人是非，管好自己就行了。是六妹先起的头啊，我就随便问了一嘴。可是母亲，这掌家之事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大房管啊？虽说父亲的官职不如二叔父高，但您出身名门世家，外祖父还曾是翰林院院士，这怎么说您都比林大娘子更有资格。对啊，而且这乔小娘还是个妾室，还掌家了这么多年。够了，为娘不想管这些闲事，我就盼着你们个个都争气就行了。可看看你们现在，每天人云亦云，与市井之妇有何区别？回去各自给我抄10遍女诫。七姑娘，这是大娘子看你们屋里炭火不够，又给你们补齐的。三哥之前受过风寒，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才好。多谢七姑娘，怕是七姑娘提醒林大娘子的。不必客气。本来呢，我是要带点点心过来的，可是昨夜我屋里进了小贼，现在正在排查呢。这可不是小事啊，白管家知道吗？我瞧了瞧，也没丢什么东西，暂时就先别进洞府里了。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小心为上。不用担心，重要的东西我也都上了锁的。那就好。三哥，这院子里的盆栽长得都可好？七妹若是喜欢，稍后我让少安拿几盆过去。好，那就谢谢三哥为我挑选了。这盆栽长得真好。哎，这盆也好看，我喜欢那盆。这一盆是少安之前剪坏的，我还想等它再长长一点再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它颇有意境，虽然它有些杂乱，但有种蒸蒸向上之意。你看它这个地方，我要是剪上2个挥剑的小人儿，是不是有一种欲比天高之意？七妹真是颇有大志。欲比天高，还是七姑娘懂我。好，那我就再修剪一下，稍后给你送过去。那就谢谢三哥了，我先回去了。公子，这七姑娘对我们可真好啊。来看脚印的。脚印？什么脚印啊？我昨天晚上留下的，踩了香灰。公子啊，原来你也会失手啊？那他刚刚没查出什么吧？不过没事儿，公子让我把婴儿的香囊给扔回去，说不准他们会以为那脚印是扔香囊的人留下的。哼哼，那你就小瞧这七姑娘了。方才我观察脚印，鞋码确实是一样的，可是相同的鞋码，府内的男子没有10个，也有5个，我不能断定就是季墨轩的。可能的确是我多心了。他一直以来对祖父的话都颇有兴趣，而昨夜刚好被动过的又是那些话。早上丫鬟们打扫的时候，在桌子底下发现了这个，这香囊不是我们海棠院的。看着针脚，的确不是我们院子的。姑娘，我曾见过碧莲阁婴儿绣的香囊，和这针脚相似。姑娘，这个香味不太对劲，会不会是昨夜那个小贼落下的？即使他起疑了，一个脚印也证明不了什么。但就是他把话给藏起来了，这以后想要找就不容易了。这七姑娘也真是的，我们又不是她的敌人，她干嘛防着我们啊？在这个府里面注意点是没错的。哎，说不定她看见那个香囊，会明白是我们给她提的醒。
希望这七姑娘能聪明一点，不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接近她，别东西没到手，又被乔小娘送回别院去了。哼哼，没那么简单。乔小娘这回是碰到硬茬了，修完了拿走。是。对了，雪芝，这香囊是在哪里找到的？哦，在香炉旁的桌子底下找到的。他们扔了药粉，为何会把香囊放在桌子底下，这么显眼的位置？兴许是做贼心虚，毛手毛脚的落在那儿了。与其说是被落下的，倒更像是有人故意放在这儿。姑娘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有人在帮我。姑娘，姑娘，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一种药粉，沾上便会起疹子，不过不至于威胁生命。这碧莲阁的人存心想要害我，看来我也该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了。月禅那边是不是已经解禁了？是，但小娘的身体一直不适，都没出过院子。二爷要去看看吗？不必了，你去找个大夫给她瞧瞧去。是。父亲，你不在自己院里待着，跑出来做甚啊？我刚给林大娘子送完盆栽，准备回去了。你倒是挺会见风使舵，满脑子的心眼儿。你这秉性不端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着急忙慌的做甚啊？父亲，您去看看小娘吧，小娘她……我已经让白管家去请大夫了，倒是你，内宅的事情少管，好好读书。你知道为父对你的期许。孩儿明白。但是父亲，小娘解禁之后，因为自责病情愈发严重，小娘这也是心病啊，您去看看她吧。怎么了这是？别动这个！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别拿！别动了，姐！看我打不死你！你看我打不死你！母亲，这位是？啊，这个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六弟弟。六弟弟，你该叫我六舅舅。这位就是我心里经常跟你提起的七姑娘怡宁。打招呼啊！七外甥女。六舅舅好。别怕，富贵就是喜欢你。富贵，这名字倒是挺别致的。自然，我这娥的名字取自一首诗。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意思是说啊，这人间的富贵啊，根本就不足挂齿，不足留恋。六舅舅好才学。什么好才学啊？整天就不走正道。我父母啊是老来得子，全家对他寄予了厚望。可这个人呢，从10岁以后就开始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为他操碎了心，这不是想着罗府是读书人家，所以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过来沾沾罗府的书香气。哎，七外甥女啊，久仰你大名了啊！今儿见到真人了。六舅舅严正。对了，送你一个礼物，我自制的桂花头油。怎么还有？你让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母亲，别看了，别看了，别藏哪儿了都？你让我看看，都碎了。是不是还有？你让我看看，别看了，别看了，你还敢我的面乳，我的胭脂，我刚挑出来的。别看了，母亲，全都碎了。我知道你有重要的事啊，晚点回来我再收拾你。还有你啊，走吧，母亲。晚点我再回来收拾你。富贵。哎呀，真是气死我了！母亲，您也消消气。我来找您是因为乔小娘的事情。她又怎么了？这怎么才解禁这么不消停呢？不是的，是因为上次您给我的账目。
这账本我都看过了，里面的云锦、人参、茶叶还有燕窝，确实都记得不清楚。我去库房也对了，就是对不上的。还有我们家租出去的店面，比其他店铺租出去便宜许多呢。你看，一点就通，还是聪明。瑞香，去把乔小娘叫来，我要跟她对账。是。母亲，我还有一事要求你。怎么能是求呢？说吧。我想要一位老妈妈。老夫人不是刚给你院里送去4个妈妈吗？怎么，用着不称心啊？不是的，我想要乔小娘院里的李妈妈。哦，那我给你想想办法。知不知道林大娘子找我们什么事啊？只说让您过来，没说缘由。这个林大娘子自从管了家，3天2头的找我麻烦。待会儿要有什么事，直接去找二爷啊。哎，拜见大娘子。哎呀，小娘，哎呀，头还是疼。小娘，您没事吧？哎呀，头，哎呀，头特别晕。慢点。哎呀，坐起舒服了吗？舒服多了，谢谢大娘子体谅。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有2件事。第一，这府里各房各院的丫鬟和妈妈是有定数的，这个你都知道吧？知道。你一个妾室，房里有8个丫鬟，6个妈妈，比我一个正式房里的下人还多。就算老爷再宠着你，这也说不过去吧？大娘子说的是，可妾身有孩子，妾身有2个孩子，这下人多了点儿。有道理。不过也就2个孩子嘛，对吧？我觉得不如把怡莲和轩哥房里的下人都撤了吧。这怎么行啊？这怎么能撤呢？我这也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儿。你是觉得不妥吗？大娘子说的是，那就按照大娘子说的办。瑞香，带人去碧莲阁整治吧。是。第2件事，既然罗府现在是由我来掌家，那我们俩就把之前的账对一对。你们干什么呢？趁着小娘不在，就敢动我们碧莲阁的人！小心小娘回来，剥了你的皮！乔小娘现在在彩福院伺候着，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燕二姑娘要不要跟我回彩福院问个明白？瑞香，在这里做甚呢？回二爷的话，乔小娘院子里的人比老夫人院子里的人都还多，大娘子觉得不合规矩，特派奴婢来整治。爹爹，这是发生了什么呀？姑娘，他们要把我们的人带走。带走？爹爹，都要带走吗？那莲儿岂不是连个梳头的人都没有了？啊，还有轩哥屋里的，怎么连轩哥屋里的人也被带走了？大娘子说的也有道理，这院里的人呢，实在太多了。那请父亲留下李妈妈。李妈妈是从小看莲儿长大的人，莲儿舍不得她呀。姑娘，爹爹，爹爹，姑娘，莲儿，莲儿，快去叫大夫，快去！莲儿，莲儿。府里购买的20匹云锦都分发到了何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大娘子，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这些年你的账都是怎么记的呀？来了多少，去了何处，都应该记得清清楚楚。还有，这些茶叶和补品，只有入账，出账写得很含糊。这个月库房都清点了一次，东西确实少了不少。你把我圈出来的这些内容都整理一下，
分发到了何处，记入账册。是。还有，我真是没想到小娘如此的心善，把我们田庄和铺面远低于市价的租金给租了出去。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给你们娘家人用了呢。大娘子，当时妾身也是第一次涨价，不太懂，因为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价格就低了点儿。那做生意也不能赔呀。而且田庄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我把那些掌柜都换了，底下的人没能力就应该当机立断的换，毕竟我们罗府一大家子人还等着吃饭呢。是。哟，官人来啦！官人，进来呀！官人是来找小娘的吧？我是来找大娘子的。官人坐呀，官人坐呀。哦，官人你坐吧。官人坐。官人是从碧莲阁来的吧？海如啊，这小娘管家的确有点疏忽，但怡莲这丫头啊，从小就是娇养，你突然把她身边的人都带走，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啊。我知道官人心疼五姑娘，但我又何尝不是呢？想必官人比我更清楚齐家治国的道理吧。凡事要没有个规章制度，便家宅不宁。五姑娘已经到了该婚嫁的年纪，等她出嫁以后，必定也是一府的大娘子，应该从现在学起，由己推人，就做到守制，不是吗？大娘子言之有理。那除了贴身丫鬟和李妈妈之外，都按照你说的办吧。怎么样，药起效了没？你到底有没有放啊？奴婢放了，特别是七姑娘的香盒放了不少。奴婢也不知道怎么这个药迟迟不起效，会不会是药粉自身的问题？怎么可能？这可是我找舅舅花大价钱弄来的。要么姑娘再等等。真不知道养你有什么用。还在这跪着干嘛？还不去帮我盯着，有消息再告诉我。是。姑娘喝口茶吧。您自从跟大娘子学账后，可真是日日都捧着账本。大娘子为人直爽，但做起账来细心又有想法。我跟着她呀，能学不少东西呢。等姑娘学会管账，日后出嫁成了大娘子，掌家肯定不在话下。未出阁的丫头说话真不知羞。再说了，谁说我学东西是为了将来出嫁做准备？我学东西就是为了自己。姑娘若不是为了日后掌家，难不成您要经商？可这士农工商，以身份看人，最为浅薄无知。若能凭一己之力养活自己，又有何羞愧的？姑娘，姑娘，瑞香来传话，李妈妈没能带走，五姑娘哭晕过去，求二爷留下。这李妈妈指不定帮着乔小娘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乔小娘看来不会轻易把她给我。姑娘向乔小娘讨要这个李妈妈，是想调查什么吗？当年乔小娘小产，
一直照顾她的顾大夫正好回乡，临时就请来了个陈大夫。去请这陈大夫的，正是李妈妈。姑娘是怀疑这个李妈妈知道乔小娘小产背后的真相。不仅如此，当年乔小娘嫁进罗府，就带着这位李妈妈，诬陷我母亲的事情，她一定知道不少。姑娘，那接下来要做什么？碧莲阁不是给我下药吗？我们也该回礼了。大娘子，请用茶。给母亲请安。哟，怡宁来了，快坐吧。烫死了！来啦，给大娘子请安。哟，来了，坐吧。坐。母亲，你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忙着给圣人准备寿礼呢？可不是嘛，你刚好提醒我了。月香，去把白管家请来，把我们进贡的寿礼再过一遍。是。怡宁，你怎么了？不舒服啊？突然觉得很痒。怎么会这么痒？啊？而且越来越痒。哎，七妹妹，你脖子上怎么全是红疹啊？是吗？都红了，怪不得这么痒呢。金曲，你快给看看。哎呦，还真是啊。小娘，你怎么也起疹子了？啊？哪里啊？这里全都是。那脸上有没有啊？这里都是。啊，有吗？还不快去请李大夫？快去给怡宁请大夫！看看。快点，还有我呢，我呢！快去请大夫啊！李大夫，给我也看看呢。是中毒。啊？中什么毒啊？奴婢曾在乡间见过此毒，中毒之人全身起红疹，奇痒难耐，内在腹胸、咽喉起疹肿胀，可在短时间之内令人窒息而亡。那有办法吗？啊，奴婢这儿有一颗清毒丸，不知道有没有用。快给他吃上！来，姑娘。就一颗吗？奴婢只有一颗。那我小娘怎么办啊？你快找一颗出来！来人呐！大夫！来人呐！大夫呢？哎呀，不要嚷嚷了。府里没有大夫吗？管家。这，大娘子，七姑娘和小娘这是怎么了？怡宁她不舒服，快去找大夫呀！你。五姑娘，能否让奴婢给小娘把把脉？哎呀，你还站着干嘛呀？你早说几句话呀！你老杵在那儿。你快去请大夫呀！还有你们老在那边杵着，你说是不是？你也不想办法。别站着了，你们这么多人，快去找大夫呀！啊，你这，小娘，哎呦，死了！小娘的脉象极其微弱，怕是……怎么可能会死啊？这只是让人起疹子的药粉，不会死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只是起疹子的药粉？啊，是不是你干的？小娘，我有没有毁容啊？啊！婴儿把一切都交代了，怡莲，你还有什么好辩驳的？爹爹，我没有，我没有。官人，
家莲儿的性子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到大连个虫子都不敢踩死，怎么可能给人下药呢？更何况是这种令人奇痒的药物，怎么就被青渠夸大其词成了毒药呢？青渠虽略懂医术，但他毕竟不是大夫，况且当时你俩的症状凶险，诊错也是难免的。还有，满屋的丫鬟妈妈以及白管家都听见怡莲说的那些话。官人，这件事情定有蹊跷。若是我们莲儿真是害了七姑娘，为何我也会发作？官人，五姑娘从小最乖巧，确实很难相信她会做出此等之事。我想，多半是她屋里的老妈妈、丫鬟教唆的。有的下人就是看主子好说话，便倚老卖老，随意拿捏。大娘子说的有道理。来人，把怡莲房里的下人给我拖出去打。是。官人，此事就交给妾身处置吧，您消消气。大娘子，就交给你了。至于怡莲，打30手板，不许求情啊！大娘子，这二房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外传了，把涉及到此事的下人给我处置好了。老太太大房那边，不许透露半点风声。知道了。爹爹，爹爹，官人，爹爹，官人。姑娘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高，这下二爷想保也保不住碧莲阁那些人了。今日之事还是多谢母亲了。谁让他们先起了坏心眼儿，又想害你？刚才你父亲在碧莲阁发了好大一通火，多亏了你那个香囊，才炸出婴儿的实话，否则的话，那个乔小娘不知道又要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了。对了，你那个香囊是从哪儿来的？是有人故意扔在我院子里的。会是谁呢？现在我也还不太清楚。那就不管了。这次好不容易抓住碧莲阁的小辫子，可是你父亲不让声张，真是气死我了。父亲呢，是最注重颜面的，他是不愿意让罗依莲背上谋害姐妹的罪名。但凡是事情，就有因必有果，这因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种，让父亲慢慢看清楚，这母女俩是什么面孔。对了，这次还有个意外收获，我已经把李妈妈带出碧莲阁了，不过她挨了板子，需要养伤，等伤好了，我就把李妈妈给你送回院里去。多谢母亲。都肿成这样了，阿娘疼。你为什么擅作主张？今天若不是我中了招，慌了手脚，差点中了那个死丫头的道，你知道吗？阿娘，我只是想让罗依宁生病倒下，大娘子不就少了个臂膀吗？况且我看不惯他们那么欺负你，一时咽不下这口气。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咽不下你也给我往下咽，你得先把气往下咽，你再想办法。你知不知道你接二连三的消耗了多少我们母女俩在你父亲心里的情谊呀？女儿知错了。把这个丫鬟拉下去，打20大板。小娘，小娘饶命啊！别，阿娘，这婴儿已经在大娘子那儿已经挨板子了。我们碧莲阁容不下出卖主子的下人。小娘，奴婢是万万不可能出卖姑娘的。今日之事是林大娘子拿出香囊炸我，我一时慌乱才中了计。奴婢是万万不敢出卖姑娘。她怎么有你的香囊？我记得当日在海棠院，我撒了药粉之后，就将香囊收起来了。奴
奴婢也不知道怎么会在林大娘子那里。阿娘，你就饶了莹儿这一次吧，我身边也只有这么一个贴心的丫头了。你可是从小陪着五姑娘长大的丫头，你今天看着她做了错事，你还不知提的。为了让你长点记性，挨手掌你免不了。那你们轻点啊！来，你过来坐下，来。让我看看你的手。莲儿，我们母女俩熬到今天，这么多年，真的是不容易。你吃了那么多的苦，眼看着你父亲慢慢的偏爱我们了，娘就算求你，你能不能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这个家，再忍忍，好吗？女儿知道了。今日之事只当是个教训，切记切记，下次不可任意妄为啊！啊，对了，阿娘，李妈妈被大娘子的人带走了，怎么办呀？李妈妈，哎呀，李妈妈知道的太多了。她会乱说话吗？